朋友们好，很高兴访问 HT News Taiwan 频道。现在85花以上，大花未满，影视圈留给赵丽颖飞升的时间不多了。抛开演技不谈，整体来看，85花们确实是最有事业心的一代女明星，其中成名晚的赵丽颖尤甚。最近，赵丽颖的新剧《风吹半夏》播得不错，评分8.4。获热度周榜冠军，可谓热度口碑双丰收。平心而论，《风吹半夏》的质量确实不错，尤其是在有另一位85花的同期新剧做对比的情况下，《风吹半夏》确实算得上是一部佳作了。而主演赵丽颖的表现也着实可圈可点，进步颇大。浅浅的代赵姐粉丝感谢同行衬托。不过话也说到这份上了，刨除其他85花的衬托，赵丽颖的真实水平就和风吹半夏一样，处于一个比下有余、比上不足的阶段。风吹半夏大概是为了过审，也可能是为了让观众更好理解，做了大幅度的删改与重构后，少了不少高光情节。虽也算得上是佳作，但仍有不少地方难以自洽。而赵丽颖虽然口碑和演技都比同期85花更胜一筹，也确实在转型上下了功夫，但又免不了在古偶和正剧中反复横跳，演技也不算稳定。距离前一批的75、80大花如姚晨、樱桃、海清、孙俪等依旧有一定的距离。换句话说，风吹半夏小时代以上，大江大河未满，赵丽颖85花以上，大花未满。作为独一份农村出身的85花，赵丽颖若想真正完成转型，逆袭大女主，实现飞升大花之路，她显然还有一段路要走。01年长色衰，归来还是中年古偶。细想一下，除了赵丽颖，其余85花如杨幂、唐嫣、AB 等无一不是瓜子脸、尖下巴。他们早期的走红多多少少都有些美貌因素在里面，而因为长着一张圆脸，早些年赵丽颖没少被网友说土气，甚至曾凭一己之力把某蓝血大牌拉下了神坛。长相对于演员来说必然是有影响的，于是早期的赵丽颖和大多数85花一样，演的都是一些傻白甜角色。2014年的《杉杉来了》，2015年的《花千骨》，成就了傻白甜角色天花板，也成就了赵丽颖大火。不得不说，圆脸虽然容易显土气，难以与时尚大牌适配，但满满的胶原蛋白让她演起傻白甜更有说服力。诚然，赵丽颖打破圆脸演不了主角的偏见魔咒，但偏可爱风的圆脸到底还是限制着她彼时的戏路。即便是她一直有在努力削弱圆脸带来的限制，但黑化还是要靠妆容。更糟心的是，人的年龄增加，女明星的中年危机，首先又体现在脸部状态上。1987年10月出生的赵丽颖已经35岁了，胶原蛋白的流失加发腮，让她慢慢从圆变方，皮肤也在不复当年的滑嫩细腻。拿新剧《风吹半夏》来说，赵姐的复古风造型虽有所突破，让人眼前一亮，但实在经不起细细推敲。她脸颊已然没有之前饱满了，透露出一种无法掩盖的疲惫感。浓妆更是将眼角纹、法令纹、毛孔等问题凸显得更加明显，颜值下滑，甚至连累剧集也跟着被否定。客观来说，范姐并不太赞同这位网友的观点。剧中女主年龄已过而立且离过婚，恰是符合赵丽颖当下的状态的。岁月催人老，时间必定会在人的脸上留下痕迹，这一点其实无可厚非。但偏偏赵丽颖接下来还要演古偶与凤航，这就很成问题了。经修图虽然能抹平眼角纹和法令纹，却掩盖不住她不再灵动的眼神和疲惫感。中年古偶真的大可不必。02摇摆不定，转型总是差口气。
谈到新剧与凤航又是古偶，就不得不提到赵丽颖这来回反复的转型路。85花是靠着一部部偶像剧堆砌出来的一代，赵丽颖也不例外。比较不同的是，早早就能看出赵丽颖是有转型想法的。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，被大众普遍认为是赵丽颖转型之路的第一步。但范解思以为，她其实一直都有在试探尝试，只不过迟迟下不定决心。再加上屡屡碰壁，直到知否才小有所成。早在2015年的《花千骨》爆红后，他就接演了《胭脂》这样偏正剧的抗战片。只不过这部剧剧情一般，人设一般，顶着韩式平眉娃娃脸的赵丽颖在剧中的表现也很一般，最后的播出效果也实在平平。彼时转型对于她来说，明显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于是她又重回古偶的舒适圈。刚好那段时间流行大女主，于是她顺应85花同事们的潮流，接演了《楚乔传》。不得不说，尽管都是大女主，但眼神里邪蛮很近的楚乔，无论是在人设还是表现上，都要更胜其他85花的大女主一筹。凭借热度和在85花中领先的演技，赵丽颖成功让自己的事业登上第二个小巅峰。接连在电视剧方面创下爆款，难免就又盯上了转向电影的想法。然而，小荧幕转型都未完成，大荧幕哪是那么容易拿下的？戏份有限也扛不起票房，表现一般还被诟病只能做电视脸。除了在烂片里打转，还是在烂片里打转。没办法，还是得先回到电视剧，先老老实实在小荧幕沉下心锤炼自己。于是又有了让他再次迈向正剧圈的知否。被忽视的是，其实同年赵丽颖也没放下偶像剧《你和我的倾城时光》与知否两部剧的开机时间只差2月，首播时间更是只差1个月，只是刚好知否播出效果更成功。偶像剧和正剧，赵丽颖其实都没落下。而且对于赵丽颖这一批85花来说，偶像剧更容易操作，更有热度，成功经验更多。所以也不难理解，产后复出的赵丽颖为什么首选的还是古偶有匪。尽管有匪的评分只有 5.6， 崩坏的改编，糟糕的演技，廉价的质感，以及赵丽颖还未恢复好的状态都饱受诟病。但作为赵丽颖产后的第一部剧，她该有的热度一点都不少。历史总是惊人相似，如今赵丽颖再次陷入转型偶尔不转的怪圈。明明幸福到万家野蛮生长让她再次回归了正剧的路子上，但她又偏偏接演了与凤航走出半生，归来仍是古偶。赵丽颖自己接受采访时表示，在拍了几部现代剧之后，近期想找回古装剧的感觉，现阶段这样的角色会让她的状态更好。从字面意思来理解也看得出来，赵丽颖终究还是割舍不下古装剧，兜兜转转依旧离不开舒适区。想转型就得演正剧，靠实力获得认可，但又难见成效，靠着偶像剧大火，总归又难舍下这条流量之路。毕竟正剧大爆的可能性明显低于偶像剧。当然，这不仅是赵丽颖一个人的问题，在正剧和偶像剧之间反复，赵丽颖始终少了那份断舍离的决绝之心。但鱼和熊掌到底不可能兼得，年龄不等人。一个流量女明星如果到了40岁还在演偶像剧，那是非常可怕的。很显然，观众们也并不想买账。粉丝尚且还能安慰自己，大呼梦回楚乔传，非粉路人却丝毫不会嘴下留情。03演技限制，能在修罗场混多久？转型难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演技。前面肯定了赵丽颖是85花里的演技担当，但一旦她演起正剧和老戏骨对戏，明显便可以看出接不住。早在知否的时候，赵丽颖就因为表情木讷遭到吐槽。
在该灵动雀跃或该伤心难过时，他的表情都很淡然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接不住对手演员的戏。以往在偶像剧里，赵丽颖的眼珠滴溜溜的转能凸显人物的灵动和可爱，符合偶像剧女主人设。而当她不卖萌，演起正剧，只剩2个字：好虚。风吹半夏相比前段时间的幸福到万家来说，赵姐的演技还是进步了，几场哭戏的完成度都不错，但眼神戏还是给人一种涣散飘忽的感觉。对比同样在饭桌上捕捉信息的老戏骨，差距不是一星半点，演技碾压的修罗场。整体尚可，细节不足，比下有余，比上不足。看得到赵丽颖的努力，但还是差了一口气。赵丽颖的演技在古偶剧里显得突出，到了正剧里反倒成了盆地，这或许也是她迟迟难下定转型之心的原因之一吧。但在古装剧中消耗自己只是略高出同圈层的演技，到底不是长久之策。结语：按照以往女明星的发展经历，此时的85花们本应已锻炼出演技，升级成青衣或者大花。然而，没有一个人完成了这样的蜕变。赵丽颖已然算得上是其中最为清醒、想要突破的艺人了，但这还不够。总的来说，赵丽颖若想再飞升，危机和困境也摆在眼前。在年龄上不再适合仙侠剧和古偶剧，在演技和气质上又离正剧差了一口气，迟迟下不定转型的决心，在偶像剧和正剧之间反复横跳，进退两难。从时间上来看，留给赵丽颖的机会和时间真的不多了。是回到舒适圈再次躺平，还是再发一把力争取飞升？她需得尽快有个选择。不过，作为看着85花们一路走来的观众，其实还是希望赵丽颖能沉下心深耕自己的事业，实现华丽的转身，而不是就此没落，继续陷在泥沼里。相信赵丽颖还能走得更远。